大家好，不明飞行物這個東西大家應該都見過啊，我是說電視上。2026年，美國對不明飛行物 UAP 文件的曝光頻率正在快速的增長。文件裡面說，一架直升飛機懸停在山區測試區上空，飛行員正帶着夜視儀，地面小組和聯合行動中心正盯着紅外設備和雷達。突然就在直升機的右側亮起了2個橙色的球體，幾秒鐘之後又出現了第3個、第4個也亮了起來，它們排成了一個類似 T 字形的队形。外層是橙色，中间偏白，像某種实體却轮廓模糊的发光装置。更诡異的是呢，后面的戰鬥機趕到之後，同樣的橙色球體又出現在了戰鬥機的上方，而且像是在跟着它飛。這是2026年美國公開的 UAP 檔案裡面一段讓人背後發涼的記錄，而且這批公開的檔案裡面類似的記錄還有很多。同一批公開檔案裡面有一個美國西部的檔案，檔案裡面說有一個橙色的大光球出現在了黃昏的時候，還釋放出了幾個紅色的小球，然後本體突然的消失了，後面還出現了像車燈一樣成對出現的黑暗风筝，以及能讓星光透過去的透明风筝。還有一段公開視頻，有多個球形的 UAP、USO 能夠靠近潛艇，快速的進出水面。那在看完這些目擊檔案之後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這些資料、視頻、照片雖然都是首次被披露出來，但是它們具有的特點和行為邏輯似乎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甚至更早的时間，似乎有人類的歷史中一直在記錄着這些奇怪的信息。會不會人類在幾百年、幾千年以前一直都在用不同的語言描繪着同一種目擊到的東西呢？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3個2026年公開的 UAP 檔案和它們可能存在的奇怪巧合。聲明：文稿素材的內容來源於網絡，真實性無從考證。大家好，我是李羅克，這裡是小李碎碎念。這個頻道呢是個長視頻頻道，懇請您的點讚訂閱，這樣也能讓您在有時間的時候能夠精準的在點讚記錄裡面繼續觀看。另外就是我已經做了2年的視頻，這個訂閱量實在是堪憂。那我們繼續聊，以下信息都是由美國政府在2026年5月份公開的資料。那咱們先講最有觀感的一個，時間發生在2025年晚些的時候，檔案來自一名高級美國情報官的第一人稱敘述，地點沒有公開，我們只知道是在美國的一個山區測試場附近。這個地方本身就不是很普通，不是城市，也不是普通的荒野，而是一個長期進行武器測試的區域。故事一開始呢是個傍晚，天還沒有完全的黑，這名情報官和一名同事，2名飛行員從聯合行動中心坐上一架直升機起飛。因為他們本身就接到了一項特殊的任務，是去調查山區裡面傳出來的巨大悶響。那這裡注意啊，這不是什麼普通的動物發出來的聲音，因為就在前幾天晚上，同一片區域呢已經連續出現過多次球狀 UAP 目擊的報告，所以這趟飛機呢從一開始就不是一趟普通的巡邏行動，更像是一次主動的未知搜索。他們低空穿過山脈，飛了好幾個小時。描述說呢，途中他們多次的看到地面上人造結構的殘骸。但每次靠近後，他們都判斷那些只是以前武器測試留下的一些痕迹。後來呢，他们又在山裡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洞口。文件裡面說啊，那個洞口看不到盡頭，但周圍呢又找不到安全的降落點。情報官讓飛行員繞着洞口盤旋了幾圈，記錄位置，耽誤了一些時間。那不知不覺中呢，天色也暗了下來。搜索小隊呢，這時候並沒有看見前幾天觀察到的那種不明物體。飛行員呢切換到了紅外夜視儀，情報官呢繼續用肉眼進行觀察。就在這次搜索任務接近尾聲的時候，聯合行動中心突然發出通知，雷達在前方幾英里外捕捉到一個可疑的目標，而那個位置正是前幾天晚上 UAP 活動被報告過的地方。那直升機就立刻改變航向過去攔截。這時候地面小組首先在紅外設備裡看到了一個非常熱的目標，當時他們用了一個詞叫 super hot。在熱成像儀中呢，它和周圍的景物反差特別的明顯。這個目標呢貼近地面高速移動，先向東後向南，然後突然分裂變成了2個，分別向2個不同方向離開。直升機趕到之後呢，地面小組馬上報告，那個物體現在正在快速的上升，已經非常的靠近直升機，距離大約只有10英里左右，然後又下降到了直升機的下方，以驚人的速度唰的一下子飛快的離開了。飛行員說，通過夜視儀看到它分裂出一個更小的物體，也加速消失到視野之外。之後呢，直升機曾經短暫嘗試去追趕，但是馬上就發現它根本追不上。
如果說這個檔案能不能排除自然現象的可能性，那它的行動軌跡本身就很可疑。首先，它一開始就貼地移動，然後分裂靠近直升機，並且從下方穿過，之後又加速的離開。如果把這些動作连起來看的話，它就一點都不像一個自然现象，它更像是一次主動的接近，一次有意識的行为。那上面这些如果你觉得很神奇的话，后面出来的就更不可思議。之後呢，直升機懸停在了大約700英尺的高度，在直升機視野的正前方，遠處山脈的背景下，突然出現了大量的橙色球體。這不是一個兩個，而是突然出現了大量的橙色不明飛行物，就像蜂群一樣在山前移動。幾分鐘之後呢，它們又同時的消失。聯合行動中心又根據新出現的雷達目標，把直升機引回到之前經過的位置上。這一次，情報官和飛行員一起看到，在直升機的右側接近旋翼盤上方的位置，突然出現了2個大型的橙色球體，比之前看到的都要大。也可能是因為距離太近的原因吧，視覺上特別的震撼。它們是橢圓形的形狀，外層橙色，中間偏白或偏黃，向外散發着光芒。幾秒鐘之後，第3個球體在下面亮了起來，然後是第4個，幾個球體組成了一個類似 T 字的隊形。然後他們又按亮起來的相反順序，一個一個的按了下去。那就是最後一個亮起來的呢，它的光線是最先熄滅的，最後全部的消失。整個過程大約持續了10到15秒左右。那這次披露的文件裡面並沒有視頻畫面和現場的照片，只有當時軍方和多人同時目擊的證詞。那我分析這個目擊事件的檔案本身很可能是真實的，但是目擊的對象到底是什麼呢？我們還是不能100%的確定它能不能夠證明是飛碟真實存在的證據。所以這也不是一次獵奇的目擊事件，而是一次軍事遭遇啊。後來呢，幾架戰鬥機也進入了附近的空域，同樣也看到了橙色球體出現在戰鬥機的上方，它們一個接着一個亮起，排成水平的隊形，似乎嘗試匹配戰鬥機的飛行速度和航線，跟着一起飛。10到15秒鐘之後，又按照順序變暗消失。那這個過程重複了好幾次。情報官對飛行員說，他们看起來呢像是同一批球體，先跟隨直升機飛行，之後再次追逐戰鬥機。最後因為直升機續航的問題只能返回聯合行動中心。文件的結尾很簡單，沒有更多的描述，可能一些核心的更重要的內容呢已經被黑條了。那這段檔案呢，讓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一個歷史事件。二戰時期的 Foo Fighters， 我們也可以簡稱它為幽靈球事件。在1944年前後，歐洲戰場上的飛行員曾經多次報告，在夜間執行任務的時候，飛機周圍出現過紅色、橙色或者是白色的發光球體，有時候是一個，有時候是多個，他們會貼着飛機飛，跟着飛機一起轉彎。飛行員加速呢，他們也加速，但奇怪的是，他們並沒有攻擊行為，同樣，他們也像是在觀察。如果時間再往前看，1561年德國紐倫堡的奇怪描述畫面也很值得聯想。當時有大量的居民報告，天空中出現很多的球形、圓柱形、十字形的物體，互相追逐碰撞，持續很久。後來還被印成了抽象的木刻版畫。雖然我們不能說這些事件肯定是同一種東西吧，但是它們的共性很多，都是發光球體，經常成群出現，習慣靠近人類軍事等敏感的活動區域，不直接攻擊，卻像是在觀察和試探。所以這裡我們不妨猜一下，會不會這種球形的外表才是我們所說的飛碟最古老、最穩定的形態？從16世紀的天象版畫到二戰飛行員口中的 Foo Fighters， 再到2026年公開的檔案裡面的橙色球體，觀察的技術變了，觀察者變了，記錄的方式也變了。但是唯獨這個球形的不明空中物體好像一直都沒有從人類的歷史裡消失，那這些年反而越來越多。第二個我們要聊的檔案發生的地點是美國西部，具體位置沒有公開，報告的時間分成3段，總共形成7個檔案編號。目擊者也不是路人，而是聯邦執法特工。檔案的標題很直觀，叫做母球釋放子球。那這次目擊的事件中總共有3組聯邦執法特工，每組2個人，他們是在2個不同夜晚、不同位置、不同視角之下，獨立的報告出非常接近的敘述。他們就像商量過一樣，說看到空中出現了橙色球體，然後這些橙色球體呢還釋放出更多的小的紅色的球體。紅色的小球一般是2到4個一組，而且類似的事件至少發生了5次或者是更多。最怪的地方呢是他們每次都遵循同樣的先後順序，先是橙色大球出現，再釋放紅色的小球，之後橙色大球消失，紅色小球呢水平飛行，或者是朝着斜上方離開。
這些光球突然出現在美國西部的黄昏时間，就像地平線上突然亮起的橙色的路燈。时间持續1-2秒，然後像打開艙門一樣，釋放出幾個紅色的小球。紅色的小球分散開，像是有各自的任務一樣飛走。所有的異常畫面從出現到消失的時間間隔都很短暫。如果它們只出現一次的話，或許我們可以判斷是誤看，也可能是人們的錯覺。但是檔案裡的這些東西被不同的小組在不同的位置2天時間之內呢，觀察到的結果卻都是相似的流程。這就說明它看起來並不是一個什麼自然現象的巧合，而很有可能是一個會重複出現的有意識行為。在同一組西部檔案裡還有第二個場景，檔案的標題叫做大型火焰球體。同樣是在黃昏，2個聯邦執法特工看到了一個發光的橙色球体停在一座岩石的尖峰附近。最初呢，他們預估的距離是500到600米，後來 AARO 根據測量認為距離大約是1050米，也就是說它其實比目擊者判断的距離更遠。可即便是更遠的距離，它看起来仍然很大，大小呢就像大型直升机的座艙一樣。後來估算直徑可能是在12到18米之間。這麼大的一個飞行器，目擊者沒有看到它的机翼，没有機身，甚至沒有推进器，他們只能看到的是一個發光的橙色光球。其中一個特工就說它看起來像是《指環王》裡面的索倫之眼，只是相比呢没有瞳孔，它没有明顯的聲音，一直懸停在半空中，沒有風的阻力，沒有晃動。這次的目擊事件大約持續了1分鐘的時間。那上面呢就是第二個檔案裡面的絕大部分細節。那下面一個檔案更加的奇怪，事件的記錄也是由2個聯邦執法特工完成，時間是在黎明之前。這2個特工在限制的區域裡面執勤，他們看到前方的道路上有個東西在移動。一開始呢，他們認為那是一輛汽車，因為它又有2盞燈，一紅一白，離地大約有2到3英尺的高度。因為是在限制的區域嘛，這個地方就不該出現車輛。2個人呢就開始追逐這輛汽車。但是當他們靠近到100米左右的距離的時候呢，這個東西突然的就離開了道路，橫向飄到了沙漠的上方。因為它不像汽車一樣轉彎的離開，這2個公務員完全沒有改變距離，是橫向的離開了道路，而且沒有改变自己相对於目擊者的朝向，它就像是一個平面的物体被人從側面拖走。當時它的速度大約是15到20英里每小時，高度不變，看起來呢沒有阻力，也沒有加速的過程。然後它停在路邊大約100米之外，沒有預兆的光線突然的熄滅。這光線一消失呢，車裡的夜視儀裡只剩下一條很薄的影子。一個特工說，從後面看它像是一條有輪廓的線，另一個說它像是一個邊緣模糊的暗色風箏的形狀。後來和 AARO 討論的時候呢，這個物體被描述成了更接近於三角形。他們在禁區裡面追逐一輛不該存在的汽車，等追近之後呢，發現那輛汽車詭異的橫向移動到了沙漠的上空，變成了一條黑暗的奇怪形狀，然後慢慢的升高消失了。那更離譜的是呢，在30分鐘之後，他們又回到了附近。那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又有人報告該區域出現了另一個未授權物體。這一次他們看見了透明风筝，同樣是风筝狀的物體，離地大約6米高，傾斜着飄在空中，燈光排列和前面的暗风筝很相似。這2個特工，一個用夜視儀觀察，一個用肉眼觀察。這2個特工就描述說，他們好像能夠透過這個物體隱約的看到遠處的1-2顆星星，只是呢這個星星透過這個物體變暗了，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東西有點透明。後來呢，他們失去了目標，發覺這個東西應該是從視野裡面消失了。其中一名特工拿出探照燈去掃，想做最後的確定。掃着掃着呢，就有了新的發現。這個探照燈的光束本應打到很遠的地方，但是在某一時刻，光線像是被什麼東西擋住了一樣，只投射到大約50碼之外，然後就不再往遠處投射。可是當他把光照向旁邊的位置時，光又正常的照到了遠處。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呢，它根本就沒有離開，它只是關掉了自己的光源，停在了距離他們很近的位置，就像是空氣中一個看不見的東西短暫的擋住了探照燈的光源，但下一秒呢，它就不在那裡了。那上面呢，就是这個檔案幾乎全部的可敘述的部分。這個檔案裡面記載的內容呢，也是最接近於古代鬼火或者是飛火一類的記載描述。中國古代地方志、筆記小說和天象記錄裡面，經常能夠看到火珠、天火、火光分裂的描述。日本怪談裡也有火之玉、飛火、鬼火這類說法。澳大利亞民間傳說裡還有著名的 Min Light， 荒野裡出現的神秘光球，有時候一個，有時候是多個，會跟隨着旅行者，也會分開或者是突然消失。當然，這些東西可能來自於完全不同的文化想象，但它們卻有着不謀而合的共性。
發光球體分裂跟隨突然消失。類似的更多事件，歡迎收看我的未解之謎系列影片。所以呢，我們不妨做一個大膽的猜想，可能這些 UAP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物理個體，如果它更像是一個會分裂的系統呢？一個大的球體負責運輸，小的球體負責執行各種任務。需要靠近目標的時候，小球體就會釋放出去；需要隱藏的時候呢，主體就會消失。到了低空環境呢，它又变成了暗风筝或者是透明风筝的樣子。如果這個猜想成立的話，那西部美國檔案裡面呢，就像是一個更複雜的東西，它更像是一個有關於變形和偽裝的目擊。但不管怎麼說，所有的說法目前都沒有人能夠給出合理的證明。那我挑的第3個檔案是這批公開資料裡面和海洋的相關性比較高的一條，檔案編號是 DOW-UAP-PR067， 標題為多個球形 UAP USO 靠近潛艇，時間是2022年3月25日，地點沒有公開。那這也是在今年 UAP 公開檔案裡面的第2批，也就是在2026年5月22日公開的檔案。視頻長度接近於5分鐘，官方的說明，這段視頻可能來自於美國軍事平台上的紅外傳感器，這次也是軍方的專業紅外畫面，而且這條視頻的標題裡面同時出現了 UAP 和 USO。UAP 指的是不明異常現象， USO 呢指的是水下的不明物體。這就和之前有很多的不同，因為飞碟的故事呢，最常見的场景是天空，那這條檔案直接把场景拉到了海面和潛艇附近。視頻一開始是一段沉靜的畫面，大約45秒，一個目標從屏幕左下方進入，向右下方移動，傳感器開始轉動，試圖跟隨它，大約57秒，第2個對比目標從右下方進入，這時候畫面裡就不是一個點了，傳感器試圖同時把2個目標留在視野裡，但第2個目標短暫的離開了畫面右側，第1個目標也從右側離開，然後傳感器繼續轉動，跟隨第2個目標，它又從畫面左側中部出現，到了1分11秒到1分35秒，傳感器繼續追蹤第2個對比目標，1分36秒，傳感器拉遠，結果目標丟失。然後視頻到了2分11秒，又一個對比目標從畫面右下方進入，它向左移動，離開畫面，傳感器這時候繼續追蹤，接着它又從右下方重新進入畫面。也就是說，這不是一個目標出現一次就結束，它們反复的進入視野，穿過畫面，離開，又重新出現。最後一段在4分09秒到4分37秒，又一個对比目標從畫面右側進入，橫穿整個視野，傳感器繼續轉動追蹤。如果簡單來看的話，你可能會覺得這不就是幾個點嗎？但這條檔案不同的是，它捕捉到的目標都是快速的移動，並且进出水面也不會受到影響。也就是說，這些不明物體它不再僅僅是天上的不明飛行物，很可能它早就開始在我們的關注視野之外，也就是水面之下開始一些行為。如果我們往回找歷史上的一些經典案例，在1967年加拿大沙格港 UFO 事件，當時多個目擊者稱一個發光的物體墜入海中，警方、海岸警衛隊和軍方都介入過調查，最後呢，沒有找到任何的飛机殘骸和可疑的墜落物，只捕捉到一段奇怪的海洋裡面奇怪的声呐反射波。再往前看，在1492年哥伦布橫渡大西洋的时候，航海日志裡也記錄過這樣的畫面，海面的遠方出現奇怪的光亮，時亮時滅，上下移動，时而鑽入海中。神奇的是，就在这次記錄的不久之後，他們發現了新大陸。那當然，這些記錄當然不能直接作為關聯現在 UAP 現象的證據，但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因果聯繫，這就很耐人尋味了。中國古代文獻裡面有海中火光、海上明珠、夜間發光之物一類記載，北歐航海傳說裡面也常見發光海怪、海面光團、從水中升起又沉回去的東西。這些記錄我們目前只能說它真假難辨，但它們的共性都圍繞着一個非常古老的問題：海面之下是不是有可能蘊藏着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所以 PR067 的出現是不是也可能只是歷史上諸多事件中的一個？那這次這些不明物體沉入深海，出現在潛艇附近，它們是不是帶有什麼目的性？我們總以為天空比海洋更加神秘，但實際上人類对海洋的了解可能遠遠少於對近地軌道的了解。如果某種未知的現象真的長期存在於地球，它為什麼一定要藏在天空之上？也許它藏在海洋裡，這樣的可能更加的合理。海洋巨大黑暗，難以監控，如果有一種東西能在空中、水面、水下之間來回切換，它在天空中出現幾秒，在海面附近掠過，然後進入到水下，等你用另一套系統去找，
它已經不在了。所以更有意思的猜想是，天空可能只是它短暫暴露給我們的一部分，也許海洋才是這種 UAP 現象長期的驻紮基地。所以說，這3個2026年的公開檔案似乎都能分別指向一些更古老的記載中的奇怪現象。我不想說它们是同一種東西，因為這樣太過於武斷。但是有意思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人類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明、不同技術的條件下，總是在描述相似的畫面？為什麼從古代石碑上的奇怪記載到中世紀的木刻版畫，從航海家的日誌到飛行員的報告，再到今天的軍方紅外視頻，人類總在不同的時代用不同的語言描述着某種相似的現象。它們有时候是天空中的火珠，有時候是海上的怪光，有时候又變成今天檔案裡面的橙色光球、透明风筝和水下的不明物體。或許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並不是它們是否帶有敵意，而是它們為什麼總出現在人類文明最敏感的時刻。當航海時代開啟的時候，當戰爭爆發的時候，當人類進入核電時代的時候，當我們把雷達、衛星和紅外傳感器布滿天空和海洋的時候，它們似乎也從未缺席。也許这些檔案最大的價值是在人類已經能夠登陸月球、觀測宇宙邊緣、繪製基因圖譜的今天，讓人們看見這個世界依然存在一些現象，它們被反覆看見，被反覆記錄，卻始終沒有一個讓所有人值得信服的答案。而2026年公開的這些檔案肯定不會是終點，未來還會有更多的文件被解密，更多的影像被公開，也會出現更多的人嘗試去尋找答案。至於這些現象究竟是什麼呢？或許我們現在只站在了故事的開頭。那我是李洛克，這裡是小李碎碎念，感謝你陪伴我一起走到了故事的最後。如果你也對這些未解之謎和都市傳說的故事感興趣的話，歡迎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或者留言告訴我你是怎麼去看待這些解密的 UAP 文件。我們繼續探索那些仍然隱藏在黑暗中的答案。那我們下期再見。說話這功夫剛錄完，媳婦兒，錄幾個就是做封面的那個人像，錄着那倆。這是個預覽畫面，這個光源補臉就特別夠。哪兒的光？背景是紫的。对呀，为啥要调紫色的？這個光好。這個光適合錄一些靈異的。那這個呢？這個適合捏腳的。這個適合錄捏腳視頻。那這個呢？這也是挺適合靈異那種。那啥適合呀？哪有適合的？你這些畫面都會被錄到視頻裡邊。捏腳視頻。這適合捏腳視頻。是紅色的那個，哎，這其實也挺適合。你不是捏腳嗎？這足療店的。紫色的足療店的。好像你去過似的。你外邊看不着光吗？這期要火媳婦兒，這期又